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。那现在呢，已经是10月19号了。现在在我旁边呢，就是这个山药。我们这个是用盆栽的，是7加仑的花盆里种了2个山药段。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边土里面还有种的山药段2段，所以一共今年种了4段山药。那这个山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这叶子都是山药的啊，因为现在其他的叶子都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呢就比较清楚，可以看到这个山药叶子全部都变黄了，就说明现在应该采收了。我们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室内育的苗，当时呢是在超市里面买的那个山药段，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不适合种山药，夏天呢比较的凉爽，所以呢山药呢大多数都是从外地进口的，也许经过冷冻，也许呢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呢它可能不太新鲜。当时呢现在室内就把它们切成段之后呢，就埋在土里进行催芽，有的是发不了芽的，然后有的呢它能发芽，咱们就把那个发芽的埋在土里之后，在室内先育着。因为室外的温度呢还是比较低，所以呢需要提前在室内做很多工作。我们在室内呢用这个大花盆育的这个花盆呢，等到了6月份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搬出来了。那另外一个花盆呢，它长出来枝条之后呢，就把它直接埋在了地里面。所以呢做一下对比，看看这个有什么区别。理论上来说呢，种山药啊，它这个要求温度比较高，基本上最好是在25到30度之间，而且夜晚呢最好别低于15度。那可是呢在温哥华的话呢，虽然我们是从3月份准备的，现在已经10月份了，已经有半年了时间了，但是呢就是满打满算它中间啊这个热的时间还是非常短的，从7月份它才开始真正暖和起来。虽然今年那个夏天也不能说夏天嘛，今年秋天时间有所延长，白天的温度还是可以的，20多度，但是晚上呢早就已经在10度以下了，已经不适合这种喜热蔬菜的生长了。温哥华种这个山药的话呢是具有挑战性的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个尝试，如果行的话那就太好了，那咱每年就可以种山药了，对吧？如果不行的话呢，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。是6月份把它搬出来之前呢，由于缺光的原因，室内缺光，它只有一根小小的枝条，光照不足就没法进行光合作用，就像那个佛手瓜一样。如果在室内呢我们提前育的话，那佛手瓜也是叶子长得非常少，又非常枯黄，对吧？搬出来之后呢，一见光它就开始慢慢长叶子了。山药的叶子非常好看，一排一排的，排列非常整齐。长到上面之后呢，到了一定阶段它就不再继续生长了，它就开始自己就长侧枝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这个山药我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修剪，然后中间呢也是每天浇水，然后正常的施肥，后期给它施磷钾肥。可以看到它长到上面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开了一些就是小花苞一样的东西，那这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山药豆，这个非常小，这山药豆非常小。理论上我们也是可以用山药豆来种山药的，但是在我这超市里呢，我没有见到过有卖山药豆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切的段的这种山药来种了。现在呢就把这2个枝条剪断，然后拿到草地那边去开箱。现在呢准备要开箱了，这个是最大的7加仑的花盆了，给这个山药的这个待遇非常的高啊，营养也非常充足。按理说今年这个夏天的时间还是挺长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结出山药来。之前准备工作也做得非常充足了，育苗时间也很早，现在都已经10月19号了，所以呢满打满算啊，所有时间都用上了，所有的时间都用上了，所有的这个土啊肥啊都用上了，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我觉得应该会有，只是可能会小一点吧。看这后边，看到这后边有一坨，为什么在底部呢？好像不是很多啊。因为我们种的就是那种比较细的山药，所以呢它种出来也是比较细的，但是这个好像确实不是很多啊。
而且形状不怎么好看。看看土里面还有没有。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看看，这就是收获的像人参一样的山药，人参一样的山药，为什么好像被挤过了一样呢？还是有肉的哈。现在呢，把这些冲洗了一下，可以看得更清楚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原来种下去的那个，它现在变瘦了一点儿。本来我们种的就是比较细的这种山药，它这个居然还在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之前种的那个，现在都变干、变硬了，变细了一点儿。然后剩下呢，都是它重新长出来的。这个是重新长出来的，这是应该是可以吃的。这个也是重新长出来的，只是呢，它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到了盆底，所以就好像被压了。应该也是可以吃的。这个也是新长出来的，也是比较细的，这是有一点儿。反正总的来说产量不是那么高，跟我这儿的温度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温度还是不够高啊，白天温度也不够高，夜晚温度也不够高，但是能种，只是说不定明年换一个别的品种的，也许就产量就高了。现在呢，来挖地里面的这个，首先把它剪断了，然后我们就挖。这个应该不太好挖。现在已经挖了一半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之前埋进去的那个，也是变干了，变细了。然后这个呢是新长出来的，刚刚给挖断了一小段。这个呢也是，都是新长出来的，但是非常的细，也不太好挖。这些就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，可以看到上面呢比较细，然后底下呢这儿也是稍微粗了一点，然后这儿还有点断。这个也是这样的，这样长出来的。因为这个地里面的呢，它就是这个温度就更低了。因为在花盆里的这些呢，这个大花盆呢，在暖房里面，6月份的时候在暖房里面待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呢，其实还是保温了一段时间。那这在地里的呢，就直接埋在地里了，直接在6月份呢，就是经受了一些又一段时间的寒冷，所以地里面呢长得就不如这个花盆里长得粗。反正总体来说呢，就和上次的那个鼻涕差不多，就是还是因为温度的原因吧。我觉得温度占了主要的原因在我们这里。所以说要么就是如果在温哥华想种这个山药的话，要么就是换一个比较粗一点的品种尝试一下，要么就是尽量的更早的在室内育苗，在室内这个催芽育苗，然后呢在室外呢一定要有这个暖房或者是暖棚。可是你前期在室内育苗的时候呢，它有可能会因为缺光而不长叶子，所以呢反正就是困难重重吧。那在热带地区的朋友呢，那就是应该是就是会稍微简单一点了，我觉得。好了，今天呢跟大家做了一个山药的开箱。这个山药呢种的时间非常长，半年多的时间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收获了。好了，也跟大家讲了一下我的心得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吧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